这道牛腱做出来肉香汁浓，软烂入味，家里人一吃就知道这顿饭下了功夫。各位烟火朝夕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雨飞。如果你也喜欢在家做点像样的硬菜，喜欢把一顿饭做得实在一点，今天这期内容你一定要好好听完。也欢迎你先帮我点个赞，订阅烟火朝夕，再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平时最喜欢拿牛腱做什么。因为今天这一道菜我会把它从头到尾讲得明明白白，让你回家就能做。很多朋友买了牛腱以后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酱牛肉，就是卤，就是切片凉着吃。这些做法当然都很好，也都很常见。可牛腱这个部位其实不只是能这样做，尤其是带骨的后腱，拿来慢慢炖真的特别合适。因为它本身肉紧，里面还有筋，中间又带着骨头，炖好了以后肉不会散，筋也不会硬，反而会有一种很顺口的口感。你吃的时候不是只觉得它软，而是会觉得它有层次，肉是一种感觉，筋是一种感觉，骨头边上那一圈又是一种感觉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道做法不是什么特别难的菜，也不是只有外面餐厅才做得出来的菜。说白了，它就是一道家里完全可以做出来的慢炖牛腱，用到的东西都不复杂，方法也不花，只是有几个地方你一定要做对，做对了这锅菜就不会差。先说牛腱本身，平时大家在超市里看到那种已经切成厚片的牛腱，中间带着一节骨头，看起来就很扎实。像这种肉其实就很适合拿来做今天这道菜。它不是那种一炖就碎的肉，也不是那种炒一炒就行的肉，它最适合的就是慢慢来。你给它时间，它就会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给你。很多朋友平时做牛肉容易踩一个坑，就是总想把牛肉炖得越快越好，最好一会儿就能出锅。可牛腱不是这样，牛腱这种肉你越想快，最后越容易出来的口感不对，不是外面熟了里面还紧，就是肉已经散了，筋还不够到位。所以今天你做这道菜的时候，心里先要有一个准备，就是这锅菜不是靠快取胜的，它是靠一步一步做扎实，最后靠时间把味道熬出来。我们先来准备菜，第一样是一根胡萝卜，胡萝卜切成薄片，不用切太厚，也不要切太大，因为这道菜后面是要慢慢炖的，胡萝卜不是要保持脆口，也不是让你最后挑出来单独吃，它主要是为了给整锅菜增加一点自然的甜味，所以你把它切得薄一点，后面更容易软，也更容易把味道融进锅里。第二样是芹菜，大概3根切成小粒。很多人平时不太重视芹菜，觉得它就是个配角，放不放都行。其实在这种炖菜里，芹菜特别重要，它的味道不是最冲的，也不是最强的，但它在锅里能把底味稳住，让整锅汁喝起来不单薄。第三样是一颗洋葱，切成小粒。洋葱一炒就会出香，也会慢慢出甜。这种甜和胡萝卜那种甜还不一样，它是更厚一点的甜。最后再准备2瓣蒜，蒜不用太多，够提个底味就行。今天这道菜里蒜不是主角，不需要一大把，你只要知道它在锅里是帮你把整个香气撑起来的，那就够了。这些配菜准备好了以后，咱们先别急着下锅，还得把牛腱先处理一下。这个地方是很多人最容易忽略的，也是很多人做炖菜时最容易偷懒的地方。咱们先拿一个盘子，放一些面粉，再加一点盐和胡椒，把它们先拌匀，然后把牛腱放进去，四周都轻轻滚一圈，让它表面薄薄的挂上一层就行。这里一定要记住是薄薄一层，不要裹厚，也不要把面粉按得一块一块的。为什么这一步很重要？因为这层薄粉下锅以后，会帮牛腱更快起香。你最后吃到的那种肉香，
不只是肉本身的味道，还有表面煎出来的香。更重要的是，后面牛腱慢慢炖的时候，这层面粉会一点点和锅里的汁融合，让汁自己慢慢变得浓一些。这样你最后得到的不是一锅稀汤，而是一锅能挂在肉上的浓汁。很多朋友炖肉失败，不是肉炖不熟，而是最后那锅汁太稀，吃着没感觉。你把这一步做好，后面这个问题就能少很多。接下来咱们起锅，最好是用厚一点的锅。家里如果有那种能长时间炖的锅，就更合适。先开中火，锅里放黄油，再加一点普通油。为什么要这样搭着放？因为黄油本身香，但单独用它温度一高，容易颜色太深。搭一点普通油进去，锅里的状态会稳一些。等黄油慢慢化开了，就把刚刚裹好面粉的牛腱放进去。这里也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不要把所有牛腱一次全塞进锅里。锅里肉一多，温度一下就掉下来了。本来你想煎出香味，结果最后变成了肉在锅里出水，那样做出来的味道会差很多。所以宁可分2次，也别图省事。一般家里一口锅一次煎3块左右就差不多了。牛腱下锅以后，别急着动，先让它在那一面待一会儿，等表面开始有颜色了再翻面。这里很多人会有个习惯，一下锅就一直翻，生怕它糊。其实这样反而不好，你让它稍微停一停，锅底和肉表面才有机会接触得更稳，颜色和香味才会出来。翻面以后也一样，别来回太频繁。今天这道菜煎牛腱这一步，不是为了把肉煎熟，而是为了让它表面有香味、有颜色。所以2面煎完以后，别忘了4周也稍微立起来煎一下，因为牛腱是厚的，不是平平一层。4周如果不煎，后面香味就少一块。整个煎的过程大概10几分钟，你不用死盯着时间，你就看颜色。只要表面已经有了那种深一点的颜色，而且锅里闻起来已经很香了，那就对了。煎好以后，把牛腱夹出来，先放一边。这时候锅不要洗，锅底也不要倒掉。锅底那些刚刚煎牛腱留下来的油和颜色，是这锅菜后面味道的重要来源。你直接把刚才切好的洋葱、胡萝卜、芹菜和蒜一起倒进去炒。刚开始你会觉得锅底有点干，有点紧，没关系，慢慢翻，洋葱一软水分出来，锅底那些东西就会慢慢被带起来。你继续炒，继续翻，等洋葱变软了，有一点发亮了，香味也出来了，就说明这一步差不多了。很多人做炖菜差，就差在这一层，底味没炒出来。你别看这些菜不起眼，它们真的是整锅菜的基础。肉负责厚，菜负责香，酒负责把这些味道串起来，西红柿负责让这一锅更顺。这几个东西少了哪一个，最后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个味道。等蔬菜炒到有香味了，就倒一杯白葡萄酒进去。酒一下去，锅底那些原来附着的东西会慢慢松开，味道也会一下子起来。很多朋友一听到酒就担心家里人能不能吃，其实这种做法你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后面炖的时间很长，酒气早就慢慢散掉了，剩下的是那个帮你提味的部分。接着再倒入西红柿汁，大概1个小罐头的量就够，再撒一点干罗勒，再来一点百里香，翻匀，然后放几根新鲜的欧芹，再来1片香叶。这里香叶一定不要放多，1片足够，放多了就容易抢味。今天这道菜的味道不是靠某一样香料很重来撑起来的，它是很多味道一起慢慢叠出来的，所以香料只要到位就行，不能太过。这个时候很多人会下意识想去加水，我先跟大家说，别急着加水。这道菜其实不需要另外加很多水，白葡萄酒有液体，
西红柿汁有液体，底下这些蔬菜后面还会继续出水，牛腱自己也会慢慢出汁，所以整锅液体是够的。很多人做炖菜有一个误区，就是看锅里液体不多，心里就不踏实，非得再添一碗水才安心。可你一加水，味道立刻就被稀释了，后面要再收回来，时间更长，味道还不一定收得住。所以这里你就稳稳地把刚才煎好的牛腱重新放回锅里，让它们躺在锅里的汁和菜上面，盖上锅盖，把火调到最小，保持锅里轻轻冒泡就可以了，不是大开大滚，就是慢慢的炖。接下来就是这道菜真正值钱的地方了，那就是时间。你让它这样慢慢炖2个半小时。很多朋友一听2个半小时就觉得长，可牛腱这种肉，你不给它时间，它真的不会把最好的状态给你。你如果火大时间赶，最后出来的肉不是不够软，就是里面那股紧的感觉还在。可你让它慢慢炖，肉里的筋会一点一点松开，肉本身也会慢慢吸进锅里的味道，下面的蔬菜会慢慢化进汁里。这些变化都不是一会儿能完成的，所以今天你做这道菜最重要的不是刀工，也不是手法多厉害，最重要的就是别急。你只要别急，这锅菜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当然，也不是说这2个半小时你就完全不管，中间还是要掀开锅盖看看，给牛腱翻个面，再用铲子轻轻动一动底下的蔬菜，防止它们一直贴着锅底。翻面的时候，你还可以顺便尝一口锅里的味道，看看盐够不够。如果觉得淡了，再补一点盐。这个地方最稳的做法就是边炖边调整，而不是一开始就把盐下得很重，因为这锅菜后面只会收，味道会越来越集中。你前面下手太重，后面就容易发咸，所以中间稍微尝一尝是很有必要的。趁着牛腱在锅里慢慢炖，我们再来准备一个最后特别提味的小东西。这个东西非常简单，但用了以后这道菜吃起来会舒服很多。先拿半根芹菜切成很细的小丁，再拿一根欧芹切碎，然后拿一个黄柠檬，在表面擦一点柠檬皮下来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只擦外面那层黄的，里面那层白的不要碰到，因为白的会发苦。最后再来一点蒜泥，不要多，半瓣都够了。把这几样东西拌在一起，放一边备用。这个东西不是单独拿来蘸肉吃的，而是等牛腱快出锅的时候撒在上面。它的作用很简单，就是让前面厚厚的肉香和酱香里面多一点清爽的感觉。很多炖菜做到最后，肉是软了，汁也浓了，可吃着吃着会有点腻，就是因为从头到尾味道都往一个方向走。你加了这个小料以后，整道菜会一下子轻一点，也更耐吃。2个半小时过去以后，你再掀开锅盖，先别急着盛，先看看牛腱的状态。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轻轻一碰就能脱骨的程度了。下面那锅汁也不会再是原来稀稀的样子，而是已经慢慢变厚了。你拿勺子舀一下，会发现它能挂在勺子上。这就说明前面那层面粉起作用了，底下的菜也都炖进去了。现在把刚才那个小料取一半出来，均匀地撒在牛腱表面，再盖上锅盖，让它继续炖5分钟。这最后5分钟特别有用，它不是让肉更烂，而是让那个清爽的香味和锅里的热气稍微合一下。这样出来的味道更自然，5分钟到了，这道菜就可以出锅了。你会发现，这时候的牛腱已经不是刚下锅时那个硬硬的样子了，它现在是整块都很稳，肉是软的，筋也是软的，但它还保持着形状，不会一夹就烂掉。中间那块骨头，周围那圈肉，这时候是最香的地方。下面那些蔬菜已经差不多和酱汁融在一起了，所以整锅汁特别有内容。
你盛盘的时候，可以把牛腱一块一块盛出来，再把锅里的酱汁舀上去，最后把剩下那一半小料再撒一点在表面。这样一来，颜色也有了，味道也更完整了。你把这盘菜端上桌，家里人一看就知道今天这道菜不一般。很多朋友会问这道菜配什么最好，其实特别灵活。最简单的就是配一碗热米饭，你把这锅汁往饭上一浇，真的很下饭。如果你家里有土豆泥，那也很合适，因为土豆泥本身味道淡，正好能把牛腱和酱汁托起来。你就算只是切几片面包，用来蘸这个汁也很好吃。因为这道菜最值钱的地方，不光是那几块牛腱，还有这一锅慢慢熬出来的汁。所以你千万别把汁浪费了。很多时候，大家吃完肉以后，真正想再来一碗饭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锅里那口汁太香了。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跟大家说，就是这道菜真的不神秘。它看起来像外面餐厅里才有的菜，其实你仔细拆开看，就是准备菜、裹粉、煎肉、炒菜、下酒、下西红柿，慢慢炖，最后撒一点清爽的小料。真正难的不是步骤，而是很多人做饭容易急，容易想省，容易觉得差不多就行。可牛腱这种肉，你只要一省步骤，最后味道就会差一点。你把煎肉省了，香少了，你把蔬菜随便翻2下就下一步，底味不够，你把2个半小时缩成1个小时，肉就不到位。所以今天这道菜最重要的是认真，不是快。很多朋友也会问白葡萄酒能不能不放，严格说没有，也不是完全不能做，但味道会少一点层次，因为白葡萄酒在这里不只是增加液体，它更重要的是把锅底那些香味带起来，让整锅菜更顺。如果你真的没有，那也可以做，只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，最后出来会少一点完整感。还有西红柿汁也是一样，它不是这道菜的主角，但它是帮你把味道撑起来的，所以量也不用太多，够用就行。别让西红柿味把牛腱本身的香给压住了。再有一个地方也要提醒大家，就是锅一定要够大。很多人不是不会做，是锅太小，最后肉挤在一起，翻面也难，底下的菜也容易糊锅，一下整个过程都会别扭。所以如果你家里锅不大，那你就少做一点，或者分次做，不要硬塞进去。还有火候一定是小火慢慢来，你别看大火翻滚的热闹，它对这道菜没什么帮助。牛腱要的是慢慢松，慢慢入味，不是表面快点熟。真正适合它的就是那种轻轻咕嘟的火，安安静静的炖着，等时间到了，它自然就好吃了。很多人做完这种菜，最大的感受不是自己多厉害，而是原来牛腱还可以这么做。我们平时太容易把牛腱固定在那几种常见的做法里了，总觉得它不是卤就是酱。其实换个方向拿来做这种慢炖，它真的特别合适。而且这种菜很适合周末做，你不用一直围着锅忙，前面准备好了，后面让它慢慢炖着就行。厨房里慢慢有香味出来，家里人闻到了，自然就会开始期待这顿饭。等你最后把锅打开，那种成就感是很实在的，不是因为它多难，而是因为你知道这锅菜是靠时间和耐心换来的。还有一点特别好，就是这道菜当天吃很好吃，第二天再热也照样好吃。有时候放一晚上味道反而更稳，因为肉和汁会更贴合。所以你如果今天做多一点也不用担心，明天拿出来热一热，还是一道很像样的菜。剩下来的酱汁拿来拌饭、拌面、浇土豆都行，一点都不浪费。所以这种菜不是那种做一次只吃一顿的菜，它是那种你花时间做完以后会觉得很值的菜。所以今天这期内容，我想帮大家记住几个最关键的地方。第一，
牛腱最好用带骨的，后面炖出来更香。第二，配菜别省胡萝卜、芹菜、洋葱和蒜都很重要。第三，牛腱表面一定要薄薄裹一层面粉。第四，肉一定要先煎出颜色。第五，锅底不要洗，直接用来炒蔬菜。第六，下了白葡萄酒和西红柿以后，不要急着加水。第七，一定要小火慢炖2个半小时。第八，最后那个芹菜、欧芹、黄柠檬皮和蒜的小料一定要加。你把这几步抓住了，这道菜就很难做坏。如果你最近正好买了牛腱，或者你一直想找一道不一样的牛腱做法，那我真心建议你找个周末试一次。你第一次做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也不用想着一步到位做到多惊艳，你只要认真把顺序做对，把火候稳住，把时间给够，这锅菜最后出来通常都不会让你失望。因为这道菜本身就是一种很稳的做法，它不是靠运气，也不是靠一堆调料压出来的味道，它靠的是每一步都做扎实，最后让时间把这些味道慢慢合起来。如果今天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订阅烟火朝夕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下次最想看我分享什么样的家常硬菜？你是想继续看牛肉，还是想看羊肉、排骨，或者是那种特别适合周末炖一锅，全家人围着桌子慢慢吃的菜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。也欢迎你把这期内容转给身边喜欢做饭的朋友，或者转给那个家里买了牛腱却总只会卤的人，说不定他看完以后，下次就会换个做法了。好了，今天这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雨飞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